1986年，陕西咸阳礼泉县一处麦田下，一个村民发现了一个盗洞。正是这个盗洞的出现，引发出一个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盗洞下面竟然是唐太宗李世民最宠爱的女儿长乐公主之墓。这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主，封号长乐，却只在世间仅活了23个春秋。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墓葬，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震惊不已。偌大的墓室中，为何只找到一块残缺的腿骨？这位备受宠爱又英年早逝的公主，究竟在死后遭遇了什么凌辱？李世民为爱女精心准备的超级墓葬中，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让我们走进陕西礼泉县烟霞镇，揭开这位唐朝公主墓葬背后的重重谜团。时间回到1986年2月的一个清晨，陕西咸阳礼泉县烟霞镇灵光村，一位村民和往常一样去自家的麦地里干活。在麦地里，他发现了一个平时没有的大洞。村民停下脚步，好奇地凑近洞口，只见洞口里一片漆黑，仿佛通向另一个神秘的世界。他用手摸了摸洞口，洞壁异常光滑，显然不是自然形成的。这让他回想起不久前有天晚上，他正在沉睡，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迷迷糊糊中，他以为是有人在开山修路，没有太在意，接着就继续睡了。现在想来，那声放炮的巨响很可能是在炸这个洞。修路炸洞并不稀罕，不过一般人很少会选在晚上干。眼前的洞让村民产生联想，很可能是这地下有座古墓被盗墓贼盯上了，给炸出个大洞。礼泉人对地下有古墓并不陌生，因为大名鼎鼎的唐太宗的昭陵就在这里。想到可能是盗洞，村民立即赶到派出所报警。接到报警的民警和文物管理部门的专家迅速赶到现场查看。在查看了洞口和洞壁的情况后，警察和考古专家确定，洞口应该就是盗洞。警察收集线索去捉盗墓贼，而考古专家则开了墓葬的勘察工作。初步勘察显示，盗洞所在的地方和唐太宗的昭陵之间其实只隔着一道沟壑，两个墓葬的距离很近。而且从石人、石羊、石虎、石柱、石人这些墓葬的外部装饰看起来，墓葬的规格应该很高，是高等级墓葬。这就是后来清理出来的石羊、石虎保存基本完好。而墓葬的封土也在说明墓葬的规格很高。封土是方形覆斗式的，底部长8米，宽5米，高度达到9.8米。这么高的封土层，很显然这个墓葬是个大墓。后续的勘测继续显示，墓葬由墓道、天井、甬道等6部分组成，这些都是唐朝高级贵族墓葬的标准形制。其中甬道还连着3道石门，这石门呢，也比唐朝一般贵族单石门的规格大得多。而且墓葬还有4座土阙，种种迹象表面，墓葬的主人可能十分特殊，因为这样规格的形式应该是仅次于皇帝陵墓的最高等级了。那么墓葬主人会是谁呢？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心里直犯嘀咕。勘察时，工作人员还发现盗洞不止一个，这表明墓葬可能在历史上曾有不同的盗墓贼光顾过，而村民报案的盗洞是在墓室的顶部炸开的，伤害性极大，令墓葬毁损严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决定立即组织考古队展开抢救性发掘。很快，墓室的第一道封门砖被打开，砖头被取走后，工作人员随即将墓室门打开。考古队进入后，发现墓道的两侧都有巨型壁画，这些壁画两侧都有，非常巨大，虽然年代久远，但线条的流畅生动，还有气势的恢宏，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此时，考古工作人员们都感到振奋，仔细观察着，决定和专家一起商议着如何截取和保护这些壁画。而就这时，墓道两边的壁龛中又有新的发现，里面堆放着一些彩绘陶俑。这些陶俑看上去色彩斑斓，制作的也十分精美。专家和工作人员都感到很兴奋，认为墓葬虽然盗洞很多，接下来的发掘
极有可能有很多珍贵的文物。整个墓道全长 48.18 米，有4个过洞、5个天井、4个壁龛，甬道是青砖砌筑，顶为券拱形。发现墓室的第2个天井曾被开启，在它向下约1米处的西南角，原壁损坏程度很高，该角落还堆积着诸多残砖碎瓦。而第4个天井处竟然有遭受过火焚烧的迹象。现在是最后一道门了，所有的人都满心期待着有更多的发现。墓室门打开后，眼前的景象让现场的人感到揪心。为什么呢？因为虽然知道墓葬可能被盗，但墓室的现状还是让他们无法形容自己的感觉。因为所有东西几乎被完全破坏，七零八落地散落着。唯一幸运的应该是墓室穹顶上方的壁画，除边缘处外，其余部分上留存完好。虽然有部分地方颜色已褪去，但蓝色天体、带状天河，还有黄白两色的繁星仍可明晰辨识。更令人震惊的是，庞大的墓室内竟然没有发现主人的棺椁。如此高规格的墓葬没有棺椁，这可不是小事。这时，有专家在墓室中发现碎裂的石块，仔细观察是木质的残片，于是开始带人拼接辨识。拼接后，专家发现墓志铭盖上的篆书为大唐顾长乐公主墓志，这算是一片凌乱中唯一值得高兴的发现。墓葬主人的身份现在非常确定了，就是唐朝的长乐公主。长乐公主是何许人也？可能一般的民众不熟，但考古专家知道，她唐太宗李世民的嫡长女，作为李世民的女儿排行第5。在她的上面还有4位公主，都不是嫡出。这位公主虽然在历史上留下的信息不多，但考古专家知道，她可不是一般的公主，是最受李世民宠爱的公主。不过，身份如此高的公主，为什么没有棺椁呢？这时，工作人员在墓室中找到了残留的未燃尽的木炭，考古专家们心中的疑团也得以解开。棺椁应该是被焚毁了。按说，盗墓贼冒险进入墓穴就是为了求财，不会焚烧棺木，而可恶的盗墓贼可能是为了照明，竟然把棺椁当火把烧了。没有棺椁，那遗骸呢？工作人员和专家反复寻找，发现仅残存有一只腿骨和头盖骨，没有找到长乐公主的完整遗骸。这说明长乐公主的遗体很有可能也是被盗墓贼当作助燃物给一把火烧了。总之，墓室中的情况表明，墓葬被盗得十分简单粗暴。虽然盗墓贼不在眼前，现场还是有专家实在忍不住痛斥盗墓贼为禽兽。而墓室中棺床依然还在，因盗墓贼的洗劫，棺床只剩东边2大块石条仍然留在原位置上，其他的石条大多被撬起或打碎，混杂在乱砖之中。清理后的棺床十分宽大，有 3.8 米长， 2.1 米宽。考古专家分析，如此宽大的棺床应该是给这位的公主的丈夫驸马爷留着合葬用的，而墓室中骸骨检测表明是同一人的，而且是女性，并没有驸马爷的，这也成为考古专家心中的一个谜团。尽管长乐公主的陵墓曾多次被盗，不过由于墓葬的选址在山坡之巅，所以较少受水患的侵蚀，而且建陵之地的土质也颇为坚实，因此整体而言，墓葬的保存大致良好。而墓道、天井、甬道、墓室等部位保存完整的壁画也说明了这一点。经过专家们的修复，几幅令人震撼的壁画再次出现在眼前。第一幅是云中车马图，绘于墓道西壁，瑞云中双马驾红车，车厢坐3人，左下方半摩羯鱼，象征升仙。画面中的人物和马匹形象生动，反映了唐代贵族出行时的交通工具和随从安排，让人能够很具象地看到当时贵族生活的奢华和礼仪风范。画工精巧，展现的是艺术性，而摩羯鱼这样的佛教元素的出现，则也为研究唐初宗教信仰对丧葬遗俗的影响提供研究的空间。第二幅是门阙图，画在第一天井的北壁上的门阙是古代建筑的样式，而门阙被画成图，起到精美的装饰作用。在中国古代，
通常只用于重要的建筑或墓葬的入口，因此这门阙图的出现，体现的也是长乐公主墓的高等级地位。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可以一睹唐代建筑艺术的风格。第3幅是五人群士图，出现在甬道东壁，描绘了侍女和男士的形象。画面中的侍女姿态各异，有的手持物品，有的侍立一旁。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幅壁画中出现了昆仑奴。位居中间的侍女就是昆仑奴，她肤色较深，卷发，戴着大耳环，穿着白袍，手持钉子杖。在唐朝，达官贵人都以拥有昆仑奴为傲。昆仑奴就是指黑色的奴仆，大都来自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长乐公主墓壁画的绘画风格具有鲜明的初唐特色，画面线条流畅，色彩鲜艳。这些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和服饰风格完全融合了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元素，部分人物的服饰和发型都带有明显西域风格，反映了唐代开放的对外交流，还有当时文化融合的特点。虽然墓葬多次被盗，大量珍贵随葬品被盗墓贼拿走，不过还是有123件随葬品出土，多数都是在壁龛中被发现的。这些陪葬品大多是俑、陶器、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件都做工精细，精美绝伦。这是彩绘釉陶俑，采用瓷土制胎工艺，其中有2件外面用暗土黄色釉的器物盖，属古釉陶，可以看作是唐三彩形成前的雏形。这是动物俑，有陶鸡、有陶狗、有陶猪，生动的造型展现出当时匠人工艺的高超。墓中的人俑面容清癯，体态颀长，和人们熟悉的盛唐时之丰满圆浑也是有区别的。眼前的这件是白瓷碧雍砚，它在出土随葬品中非常亮眼，非常珍贵，高9厘米，直径30厘米，表面还残留着墨迹。这是迄今为止出土最大的唐代土砚，专家推断砚台可能是公主生前的常用之物。李唐皇室中有许多成员都爱好书法，李世民就是一个书法控，非常喜欢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有传言说，《兰亭序》的真迹就在昭陵玄宫里，从地理位置来看，距离长乐公主墓并不远，而皇帝李治的书法水平也非常高，他在礼记墓碑上题写的文字留存至今，成为初学者临摹的对象。这件白瓷碧雍砚说明长乐公主可能是受父亲影响，雅好书法的。这是出土的镇墓兽，雕琢精细，生动逼真。墓中的壁画上所绘的衣冠制度，以及墓中出土的釉陶俑等工艺，都对研究初唐的陵墓制度和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如果墓葬不曾被盗，应该有更多的珍品出现。值得一提的还有目前的4座土阙、石刻、石人、石柱也被文物专家们精心修复了。一般情况下，公主墓通常仅设1道石门，而长乐公主的墓陵却有3道石门。那么，让李世民如此重视的长乐公主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呢？专家们通过对墓志的拼接和试读，再结合和史料，给了我们答案。墓志被拼接清理出来后，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大唐长乐公主墓志，碑文是用楷书写的，总共1000多个字，详细叙述了长乐公主短暂、绚烂又备受宠爱的一生。墓志证实，墓葬的主人就是大唐长乐公主李丽质，出生于公元621年，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所生。由于李世民非常宠爱长孙皇后，所以对这个女儿也非常疼爱。对于这点，墓志上有明确记载说，长乐公主以皇后所生，太宗特所钟爱。8岁时，这位嫡出的公主就被李世民封为长乐郡公主，食邑3000户。墓志称赞她皎若夜月之沼琼林。这样的赞美之词，不仅让人感受到这位公主气质非凡，容貌很美，也让人感受到她的高贵和华美。那么，这位公主有什么特长呢？墓志铭也说了，说长乐公主生前擅长书法、绘画，散玉轴于漂制，悬镜残明，要银书于彩笺，春趴眼力。意思是说，这位公主的作品
使悬挂的明镜暗淡无光，使春天的花朵掩去艳丽。不管这位公主的真实创作能力如何，是否真如木质上的溢美之词说得这么灿烂，至少这位公主的艺术品味和书画技艺应该不俗，应该算是很有才华的。公元623年，长乐公主长到13岁，在唐代，这个年纪的女孩已经可以嫁人了。所以在长乐公主13岁那年，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为了给女儿择一个好夫婿，在众多朝中重臣的公子中精挑细选，最终选定了长孙无忌的长子长孙冲，同时也是长乐公主的亲表哥。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同父同母的嫡亲兄妹，有赵国公的爵位，是皇亲国戚，当朝宰相。这样的选择不仅是政治联姻，更是亲上加亲，强强结合。放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属于近亲结婚，是不被允许的。但在唐太宗和长孙皇后的心目中，也只有让自己宠爱的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家才会放心吧。墓志铭作者在介绍长孙冲时，都特意加上一句话：即司徒太子太师赵国公无忌之长子也。撇开家世不说，长孙冲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男子。迎娶长乐公主时，他担任宗正少卿一职，官拜四品。虽然四品不算很高的品阶，但当时长孙冲尚且年轻，能有这样的品阶，拿今天的话来说，已经是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了。为女儿选定夫君后，贞观6年，唐太宗亲自操办爱女的婚事，打算给女儿一份丰厚的陪嫁。这嫁妆有多丰厚呢？简单的说，是唐太宗的妹妹永嘉公主、长乐公主姑妈嫁人时的2倍。没办法，最宠爱的女儿要嫁人，以后不常住在宫里了，当父亲的很不舍呀，怕她缺金少银，珠宝不够带。总之，唐太宗就想给女儿把婚礼办成史上最风光的婚礼，来彰显自己对公主的宠爱。而就在唐太宗做出这个决定后，立即收到御史魏征递交的批判皇室婚事丧事大操大办的奏折。魏征，那可著名的谏臣，那时魏征虽然还没有写出《谏太宗14书》这样劝谏唐太宗李世民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著名大作，却已经表现出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劝诫皇室尚俭重德的特点。魏征认为，说小辈结婚，嫁妆怎么能比长辈还多呢？实在是不符合礼法，坏了规矩。按照当时的规矩制度来说，长乐公主的嫁妆是不能丰厚于长辈姑妈的，毕竟地位和辈分摆在那里。唐太宗听完十分头大，他一贯表现出喜欢接受忠臣进谏的人设，但自己的家世、对女儿的父爱都要被谏臣区去，内心深处估计还是起了千万个不乐意的波澜了。不管怎样，魏征的意见还是被皇后悄悄配合和接纳了。长乐公主的嫁妆的规格也被悄悄递给降下来，这是《新唐书》中就有记载。不过长乐公主出嫁后，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对她恩宠不减，还时常赏赐给她一些金银珠宝。如果不是墓葬在历史上多次被盗，人们不知道将会在这位公主的墓葬中发现多少稀世珍宝。话说回来，生于皇家，如此受宠，公主的为人如何呢？由于长孙皇后教导有方，长乐公主在婆家并没有依仗着自己的荣宠表现得傲慢和骄纵，她是一个知书达理、人品很赞的公主。不仅如此，长乐公主也甘心站在长孙冲的背后，默默支持丈夫的仕途。由于公主在世时间较短，又是女性，所以史书中对她的记载真可谓只言片语。不过史书上记载了和公主有关的一件事，发生在贞观11年，李世民想要封10几名功臣做刺史，世袭罔替，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坚决反对，群臣批经刺是陛下今四海混一，诚不愿为援左右，而使事目外周与迁徙等。这意思是我们出生入死，侍奉陛下，好不容易天下统一了，实在是不愿意离开您的身边，世世代代到地方上做刺史。为了提高成功率，长孙无忌就委托儿媳长乐公主拜见圣上，把自己的想法解释清楚。面对反对意见和公主的传信，
李世民最终无奈批准，割地封功臣，禹公等后嗣常为藩汉，而博山河之事反为愿望，朕亦安可强攻吐禹邪？意思是说，我一片好心，给你们的后代安排稳定工作，让后继之君能有外援，你们却个个不同意，还说3到4，算了，不强求了。这一年，长乐公主17岁，扮演了皇帝与重臣之间沟通的桥梁。长孙无忌不好意思直说的事情，让公主、儿媳兼外甥女的长乐公主代为转达。这也是长乐她在史书中最后一次露面。墓志铭记载，李丽芝在婚后和驸马爷的生活十分美满，在贵妇色琴之好，居满修平凡之节。她与长孙冲琴瑟和谐，相敬如宾。虽然经历了贞观10年母后的去世，可父皇对自己的爱依然如故，对婆家的倚重也一如既往。原以为这样一位身份尊重、贤良淑德的公主，应该会度过平安而幸福的一生，就像她的封号长乐。奈何天妒红颜，长乐公主年仅23岁时，就因为身患恶疾撒手人寰。墓志说，她以17年8月10日俨然薨谢，春秋年3。长乐公主年仅23岁就因病离开人世，得的是什么病呢？墓志上说，灾生奴影，年催孔炭，衣门竹丹，先痰腐烂，奴影带至胸腹，专家推测是呼吸系统疾病。而且史料记载，李世民和长孙皇后都患有气疾，典型症状是胸闷、气短、呼吸急促。因此还有专家推测，这位长乐公主的病有可能是父母遗传的。唐太宗得知女儿过世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让他一连几天都食不知味，哭到不能自持，站都站不住。于是唐太宗就将父爱转化到了女儿的丧事方面，为她精心准备墓葬。他任命鸿胪4卿为廷，少卿崔仁师为女儿修建陵墓。由于女儿去世的7年前，唐太宗经历过自己喜爱的长孙皇后的病亡，已经开始在九宗山大兴土木，营建陵寝，所以长乐公主墓的选址很自然的就选在九宗山主峰附近一处风水宝地。就这样，长乐公主的墓葬成了昭陵的陪伴墓葬。从公主去世到风光大葬，前后只花了40多天。墓葬的施工速度很快，由于长乐公主是在花样年华的年纪去世，不太可能提前准备陵墓。墓志铭也说她死得突然，所以墓葬是修建的匆忙，从一些壁画存在瑕疵上也是看得出来。由于唐太宗痛失爱女，所以墓葬的规格修建得十分高，大概魏征面对这种情况也不好阻拦了。这也是考古专家在发掘墓葬时发现长乐公主的墓葬规格超高的原因。在墓葬形制上，长乐公主的墓和贞观5年的李寿墓的制度一样，李寿可是李世民的堂叔。在当时，长乐公主的墓是除皇帝外人们所能看到的最高等级的墓。但从封土形制和墓前土阙来看，长乐公主墓的等级其实远远高于李寿墓。虽然墓葬修建得如此恢宏高规格，不过身为唐太宗的李世民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女儿墓在1000年的历史中多次被盗，甚至尸身都无法保存完整。长乐公主墓的棺床非常宽大，足够摆放2具棺椁，可是考古工作人员并没有发现合葬的迹象。公主和驸马还十分恩爱，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呢？专家推测，可能因为后来长孙家族被武则天清算，所以驸马爷未能归葬。而且长乐公主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自己去世10几年后，丈夫全家都遭遇了不幸。她的弟弟李治继位皇帝后，与自己的舅舅长孙无忌彻底闹翻，被逼自杀。驸马爷长孙冲也被流放岭南，直到上元年间，唐高宗才为长孙无忌平反，准许他迁葬昭陵，埋到落马前已经修好的坟墓中，并让长孙无忌的曾孙长孙毅继承了爵位。专家分析，驸马爷长孙冲还有他的儿子很有可能已死于蛮荒之地，他最后的身份是罪人之子，很可能就是随便找个地方就草草埋了。而他死后，如果再把长乐公主墓打开，把这位已经是罪臣身份的驸马合葬进去，
对于当时的皇帝李治来说已没有太大意义，这样做说不定还会惊动自己的姐姐长乐公主李丽质。尽管英年早逝，却不用亲眼目睹自己夫君家族的败落，看到丈夫公公的惨状，也算是意外之福吧。而她的妹妹新城公主也嫁入了长孙家，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1991年，长乐公主墓正式对外开放，墓葬位置与昭陵主峰仅1沟之隔，印证了墓主生前的特殊地位。作为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亲生女儿，长乐公主的一生虽短暂，却活在充满了父母的宠爱、夫君尊重喜爱的氛围中，也算是幸福快乐。命运多舛的帝女，在中国的民间心理中是一般百姓同情的对象，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习惯。戏剧会唱，评书会讲，可怜如花似玉女，生于末世帝王家，这是明代诗词，叹息的是明朝长平公主的悲剧命运。长乐公主有幸生长唐朝，父亲又是李世民，那时的大唐正强，而她的早逝令她没有经历更多家庭变故的风风雨雨，在这种意义上，她的早逝焉知不是一种幸运呢？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如果您长乐公主的墓葬有不一样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喜欢此类视频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